大家好，我係 Sammy。舊年6月底7月初咧，我就去咗台灣一轉啦。咁就目的就係行全台灣最高達3950米嘅玉山。感恩咧就遇上好天氣啦，可以睇到好壯麗嘅山景啊，仲睇埋日出添。有關咧行玉山嗰個路況啊，早前就已經快剪咗一條片，冇乜對白嘅，睇景為上。有興趣咧就可以睇翻呢條片啦。至於今次呢條片咧，主要就係想講咧爬玉山嘅準備啦，因為玉山都差唔多成4000米咁高啦，仲高過富士山喎。富士山登山都成日聽到話發生意外啦，仲不幸有人身亡添。而玉山咧都有發生過意外㗎，所以絕對唔可以輕視嘅，必定要有充足嘅準備。加上咧登玉山咧事前都要申請嘅，唔係話去啊去㗎。今次咧我就訪問咗幫我哋安排行程嘅登山領隊，佢係嚟自咧台灣嘅泰域。我同朋友咧一行12人可以順利完成成個旅程咧，都係多得佢幫忙打點一切嘅，仲有提醒我哋咧就要帶啲乜嘢啊。今次咧我就特別訪問咗泰域啦，講玉山嗰個路線嘅安排嘅，咁啊仲有抽玉山嗰個名額啊，仲有登山要注意嘅事項等等。如果大家有意行玉山的話咧，記得要睇呢條片啦。開始前咧都要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啦、Facebook 同埋 IG 啦。另外咧我都會將資料咧就擺上我個 blog 嗰度嘅，有埋今次行山嘅 GPS 路線嘅。有需要咧可以去我個 blog 度睇翻，就係 travel.smartkol.hk。玉山咧唔止一座山峰嘅，其實咧一共咧就有9個白岳嘅，單係用玉山嚟命名嘅咧都有6座喎，包括有東峰啦、南峰啦、西峰、北峰、前峰同埋主峰嘅。要一次過行晒咧都有難度㗎，咁多個山峰應該要點安排咧？要預幾多日咧？就等泰域話俾大家聽啊！總共有9個百岳9個百岳，有9個百岳，對。然後我們通常會分，前面5個峰跟後面4個峰，因為有2個山屋，那通常會這樣分開。對，前面5個就是前峰、西峰、主峰、北峰、東峰。對，這大概就是我們說的前5峰，大概都是從台雲這個位置開始去攀登。那3天的話會是比較剛好的，3天就可以爬完全部。對，但是因為這個排雲山莊抽1天就已經很困難了，要抽2天更困難，所以通常大家就是也只能住1個晚上，用2天的時間。那通常至少會去主峰嘛，那其他的4個峰就是看時間看體能，可能會多去幾個。要2天走完的話，時間會非常趕，也非常累，但是是可以做得到的。對，3日時間只係講前5峰嘅咋，後4峰咧就主要係玉山南峰啦、南玉山、東小南同埋鹿山嘅。咁啊，根據泰域講啦，呢度咧嘅難度係仲高嘅。一般咧，大家行完前5峰之後咧，先至再諗嚟行啲後4峰啦。我哋今次呢一團人呢，全部都係行玉山嘅初哥，第一次行嘅啫。而且因為申請個 permit 都唔易㗎，所以呢只係選擇咗呢2日1夜嘅登山路線。究竟呢2日1夜嘅路線係點安排嘅呢？登山口的地方，然後剛剛已經在塔塔加小隊檢查完了嘛，搭車過來到現在塔塔加登山口，這邊大概2600米左右了。好，那我們就是沿着這一條步道走到今天排雲山莊8.5K 的地方，然後會在白木林這邊吃午餐。好，所以夢露亭 1.7K、白木林 5K 這邊都有廁所。好，然後走到這裡再到排雲山莊，所以今天的大概我覺得大概3點左右，3點到4點左右應該就會到排雲山莊，應該是沒問題。好，那隔天其實就是2.4公里到主峰嘛，昨天有講過哦。那在2.2公里這邊有岔路口去北峰，那這邊到北峰也是2.2公里，來回大概要3個小時，甚至到4個小時都有可能。好，那岔路口到主峰大概20分鐘。
20分钟左右。那一般人都是直接上主峰，看完日出就回来就下山了，所以回到这里大概都中午左右，或1、2点。那我们如果有去北峰的话，就是要早一点出发，直接到北峰看完日出再回来再下山。那可能应该都是3、4点钟了，通常。那因为现在下午很容易下雨，那我们走到排云的时候，再看一下今天下午有沒有要去西峰。明天出發之後再看有沒有去北峰這樣子。最後因為我哋人多嘅關係啦，第一日咧就去唔到西峰，第二日聽天氣報告咧就知道下晝會落大雨喎，所以都唔想北峰啦，直接去完主峰就走，務求咧中午落翻塔塔加咧就走人啦。果然我哋呢個決定係明智嘅，因為搭緊車落嚟嗰陣時咧，都發現咧玉山個山頂入晒雲啊，避過落雨都好啊，安全為上啊嘛。我哋成日都講啦，山常在，下次咧再去行都仲得，最重要人安全啊。頭先泰域都講過啦。登玉山嘅話咧，通常就會咧先嚟到塔塔加嘅停車場嘅，因為咧我哋係泰域咧就安排啦，佢有車咧就直接車到我哋上嚟呢度。咁落車之後咧，就仲要行大約15分鐘咧，就上到塔塔加嘅遊客中心啦。喺呢個遊客中心咧，主要咧就係做一個登記啦，因為嚟到玉山行山咧係要申請 permit 嘅，名額仲好少嘅添。我想請問呢，是不是很難抽的這個玉山、來這個玉山？對，因為像假日的話，大概有2、3千人在抽，大概110幾個位置，所以其實不好抽。就是每天只有110個人可以去。92加116個。116個。平日的話，通常也有大概500個人在抽這些名額。中籤的機會率大概就是大概20%，然後到這個假日的話，大概剩5%。就是對，然後這個116個名額，其中裡面有24個是在平日天是保留給這個外國人的優先申請。所以大部分香港人過來的話，通常都是用這個名額下去申請，會比較容易可以呈現。所以呢，就是海外的，即係我哋海外嘅香港嚟啊，好寶貴啊，得24個名額啊！我們今天就是已經有12個名額，已經佔這個海外的一半了。但是是不是平日來這裡的外國人多不多啦？平日其實在大概這個季節之後，大概每天的外國人都是滿的。尤其在秋天的時候，幾乎這個名額是不夠的。那冬天的話，因為也比較冷，然後甚至有可能會下雪，所以人數就會稍微少一點。啱啱補咗一啲資料啊，頭先講咧話咧每一日嘅名額啦，咁其實咧原來咧就係話所有嘅入去行玉山嗰啲咧都必定要登記嘅，咁如果唔登記的話咧，就會被罰錢㗎，係啊，俾人捉到你咧冇登記冇申請入山的話咧，罰錢啦，兼要咧有1年係唔俾再申請而行玉山。另外咧，除咗頭先所講嘅116個名額啦，咁原來咧每一日咧都可以仲有咧60個名額咧係俾你咧單日來回嘅，即日來回嘅，即係你咧自問咧唔使住腳力夠的話咧，就咁入去出翻嚟咧就60個名額，咁但係又冇分本地人同埋海外噶啦，咁就一齊抽，即是話每一日真係行玉山咧，哇好少人啊，原來一日裏邊咧淨係得200人都冇喎，因為116加60會唔會係170幾人嘅咋？喺遊客中心登記完之後呢，我哋就要坐接駁車去登山口啦。接駁車唔係好大嘅咋，
一架車咧只係坐7個人，所以咧雖然咧只得百幾個人可以上山啦，但都有條人龍喺度排隊等車喎。車程其實好快嘅啫，5分鐘就已經到啦，但等車咧就耐啦，所以咧我哋9點鐘啊去到遊客中心，要9點45分我哋先至去到登山口。喺登山口咧循例都要打下卡、影下相噶嘛，咁所以咧10點鐘先至開始起行啊。沿路風景係點呢？可以睇翻之前嗰條片啊。咁要留意嘅就係咧，沿途咧其實咧就有2個廁所嘅，仲有啲路段咧係會有機會有落石嘅喎。前面這一段呢，前一陣子有落石，所以在1號橋那裡的時候，我4月來的時候就有遇到有落石，所以我們到的時候會跟大家講一下。那白木林前也有一個崩塌，之前也崩得蠻大的，那大家就小心一點。對，就聲音就是聽一下聲音，因為每個人聽力不同，有的人可能有聽到，如果有落石聲音，就是大家幫忙講一下。不過好彩，我哋今次天氣好好啊，冇遇上落石。我個人咧就覺得咧，去排雲山莊一段路況咧，其實就唔太難嘅，主要咧都係考大家體力嘅啫，同埋要適應個高山反應啦。因為始終咧上到排雲山莊咧都已經超過3000米嘅啦，空氣稀薄，去到後段咧其實都會好喘氣下嘅。咁至於第2日嘅挑戰係大啲嘅啦，因為條路咧係崎嶇好多嘅。其實上山咧唔係好覺嘅咋，因為夜媽媽上山咧，你只係睇到咧電筒前面照住嗰條路，一啲都唔覺得險嘅，只係咧天光咧再睇翻嗰條路況咧，你先至會覺得險嘅啫。不過其實小心啲行咧都應付到嘅。咁如果相比起咧日本行赤岳咧，我自己就會覺得玉山係易行啲嘅。另外，我哋有一位朋友今次行玉山咧都有高山症嘅，但唔算太嚴重，唔需要話即時落山，佢慢慢行上山咧，唔急咧，最後都可以趕得切咧，去到玉山主峰睇日出嘅。嗱，但又咁講啊，如果落雨嘅話咧，難度應該會高好多噶啦。咁如果冬天落雪咧，因為咧大家嘅鞋有機會跣腳嘅，咁就要預備埋冰爪添，否則好易有危險嘅。咁究竟嚟玉山咩月份嚟最好呢？秋天通常天氣會穩定一點，那冬天如果還沒下雪的話，其實這邊是更少下雨的，所以到12月左右其實都還能來爬山。對，然後1、2月、1、2、3月，可能有機會下雪。如果沒下雪的話，天氣也都還好。那4月之後，5月、6月都有不同，就是不同階段可能會有梅雨季啊，或者是會有現在夏天呢就會有午後雷陣雨，所以每個季節其實有不太一樣的特性。我哋今次只係行玉山主峰啊，太域其實咧所有山峰都行過晒㗎啦。咁其他山峰又值唔值得行呢？難易度又係點嘅呢？每一個山都是不同的特色了。對，像峰就是最難的嘛，最有挑戰性的，對，所以也蠻好玩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危險性哦。那北峰的話，有一小段比較難走，但是走到北峰的話，看這個主峰是非常漂亮的。對，北峰看主峰就是漂亮。但南邊大家比較不會去啊，但南峰其實沿路上其實也有一些路段也是蠻漂亮，真的好玩。你有沒有去過啊？南峰？有啊，有去過，但是很難走，真的。對，但通常都是有一些經驗的，就是主峰爬完了才會去南峰啦。一開始不太會就直接去南峰。明白。喺玉山嘅山屋唔多嘅，其中一間呢就係排雲山莊。如果行前5峰嘅話呢，主要就係住佢啦。如果行後4峰呢，就會係住元峰山屋。今次我哋行主峰呢，所以就係住排雲山莊，感覺良好啊！
10年前呢，我記得行台灣第2高峰雪山嗰陣呢，嗰陣都有住山屋嘅，嗰間叫369山莊嘅。咁嗰度嘅設施真係麻麻地嘅，一間大房呢，就係一個大碌架床，上下2層呢，就幾十人呢一排咁樣呢排住咁樣瞓嘅。咁啊有啲人呢有鼻鼾聲啊，咁啊結果呢夜晚呢就會嚟個鼻鼾大合奏啦。如果食的話呢，其實要自己孭啲食物上去煮嘅。咁啊印象中廁所都係麻麻地嘅，冇乜嘢呢，我都盡量少去廁所噶啦。咁啊今次去排雲山莊呢，企理好多喎，雖然都係上下碌架床啦，但係呢冇呢369嗰個呢咁長咁多人嘅，一間房呢都只係瞓10幾人左右嘅啫。鼻鼾大合奏嗰個震撼性呢就冇咁勁嘅。咁啊門口呢都有個乾衣房啦，咁如果呢落雨呢，大家呢有濕咗嘅風褸啊，都可以晾喺嗰度嘅，咁啊唔使整濕間房啊嘛。咁啊呢度都有睡袋租嘅，啲睡袋呢係超級溫暖啊！我夜晚呢仲要熱到呢踢開咗個睡袋添，所以大家呢如果喺排雲山莊呢，就唔使驚間山屋呢就會凍嘅。嗱，咁啊喺呢個排雲山莊門口呢，又有拉筋板啦，呢度又有熱水供應啦，有更衣室呢，可以換套乾淨衫啦，大家帶啲濕紙巾上去抹下身換件衫呢係得嘅。咁啊最值得一讚係呢度嘅嘢食啊！泰域安排咗呢，我哋喺排雲山莊呢就食3餐嘅。第一餐係晚餐嘅，晚餐係分2輪食啦。第一輪就係5點鐘，第2輪就係5點半，食物都好豐富㗎，竟然有雞髀食啊！仲有菜啦、香腸啦，有飯有湯啦。因為大家呢都要凌晨攻頂啊，所以呢山屋呢就係晚上7點鐘熄燈，瞓唔着呢就可以出去影星啦。因為呢度冇光害啊，睇星一流啊！但係瞓覺嘅時間真係唔係好多嘅啫，因為朝早1點就要食早餐啦。咁啊早餐呢係食粥嘅，有好多粥嘅配料可以俾大家送粥啦，仲有饅頭可以食喎。我見到都仲有啲台灣奶茶供應添。咁啊食完呢，就大概2點幾呢，就出發去主峰睇日出啦。咁啊翻到落嚟排雲山莊呢，就係7點幾，原來仲有第2次早餐食喎。哇！一落嚟啊，等到未坐暖就已經有熱辣辣嘅麵咧，喺度等緊大家。嗱，上山前又有呢個早餐食，落山後又有麵食。喂，估唔到伙食咁好啊！大家睇呢碗米粉啊，幾足料，一啲都唔 hea 㗎。仲有 bonus 啊！我哋偉大嘅領隊呢，孭埋啲沖咖啡工具呢，上到玉山山頂睇日出嗰陣呢，煲埋咖啡俾我哋全團人啊！喺山頂呢，見住個咁靚嘅景，嘆靚啡，咁辛苦行上嚟，值得啦！咁啊落山之後呢，泰域喺架車呢，都仲預備埋呢一啲好冰凍嘅飲品，有啤酒添啊！哇，好窩心啊！因為始終係3000幾米高嘅高山啦，咁所以就算我哋今次登頂時間係6月底7月初嘅夏天呢，地面溫度係30幾度啊，其實上到山頂呢都好凍好大風㗎，咁所以保暖衣物啊、風褸嗰啲呢就不可少啊。風褸最好就係防水啦，仲要帶防水褲啊，慎防落雨啊嘛。手套都要戴㗎，因為呢你拉嗰啲鐵鏈嗰陣呢，啲鐵鏈呢凍㗎嘛，有手套呢就可以減低手指受傷嘅機會啦。咁啊呢啲衣物呢就主要喺呢主峰同埋北峰呢嗰個分叉路口前一個位置呢，就要着晒上身㗎啦。我們現在是不是一轉過去就很大風啊？對，一轉過去，這裡是風口，馬上就會開始一直吹風，然後又非常的陡。所以我哋而家個個都包好晒啲頭，風褸、羽絨褲都有2條啊，加咗條防水褲啊，防水褲可以防埋風啦嘛。仲有手套，係啊，不能少啊，凍到飛起嘅陣間會。今次我哋都好好彩啦，冇落雨。但其實如果落雨，衣物濕晒的話呢，個人呢就會更加凍噶啦。咁啊，所以泰域呢都極力建議我哋呢上玉山一定要做好2件事。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保暖跟防水的部分。对，就是不要让你的身体湿掉，然后停下来的时候也不要冷到。然后这2件事情是跟你的安全比较有关系。那么这个高山反应呢？高山反应的部分，当然有些人可能比较有反应的，可能在这里他就会有一点头晕了，头晕头痛都有可能在这个高度左右。那到排云山庄，通常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可能那个感觉就会慢慢的来。那多喝水，多上厕所，睡眠充足，都有助于就是高山适应的部分。其实就是慢慢来，慢慢来。对，第一天嘛，因为我们主要是明天的行程，所以今天其实真的就是慢慢来，慢慢適應，身體適應的，讓它可以高度做一個適應。今集嘅內容咧就到呢度先啦。雖然我哋登玉山咧只係2日1夜，但其實我哋今次嘅行程咧，有啲人咧就係4日3夜，有啲人就係5日4夜嘅。咁下一集咧就會講埋，如果嚟玉山玩的話，仲有啲乜嘢周邊嘅行程可以一齊配埋嚟玩嘅。有興趣咧，記得訂閱我呢個專係講吃喝玩樂嘅 Sam 自由頻道啦。咁啊，仲有，假如覺得我呢條影片幫到大家手，都請 like 留言支持下啦，或者 share 俾啲朋友仔都得㗎。好，下次見，拜拜。